所以这可以做你的公厕。根据房产交易平台 Redfin 的2025年最新数据，如果要租得起一间普通的一居室公寓，在全美平均的数据是年收入$63,000，但是在旧金山湾区，这个数字是$127,000的年薪，你才能租得起一间普通的一居室公寓，是不是很疯？但更夸张的是，在圣克拉拉县年收入低于14.6万的家庭已经被算作低收入家庭。那如果是买房子呢？如果你有80万的买房预算，这是你在拉斯维加斯可以买到的房子。这是你的客厅，后院，这是你在圣何塞可以买到的房子。这是你的客厅和后院。当然了，旧金山湾区的房价之所以这么贵的原因，也因为这边的工资和工作机会相对美国其他地方都会高一点和多一点。今天这期视频跟大家看看一个2口之家每个月的租房预算是最多每个月不能超过$4,000，那么在湾区能租到怎么样的公寓呢？首先要说一下，在旧金山湾区的不同区域也会有一定的租金差异，尤其是旧金山、半岛和南湾等等科技公司聚集的地区，租金会更加高。今天带大家看的公寓位于的地区主要是东湾的 Emeryville 和更内陆一点的 Walnut Creek。两个冷知识，Pixar 的总部就位于 Emeryville， 而今天其中一个带大家看的公寓距离 Pixar 总部仅仅几分钟的步行距离。另外一个冷知识是，篮球明星 Steph Curry 在球队主场还没搬去 Chase Center 之前，他就是住在 Walnut Creek， 后来随着勇士队主场搬到了旧金山的 Chase Center 后， Curry 也从东湾搬到了全美顶级富人区之一的 Evanston。今天和大家一起看的第一个公寓是位于 Amberville 的 Icon at Park 公寓。这个公寓距离 Pixar 总部仅几分钟步行距离， Peet's Coffee 总部就在公寓隔壁。哦对了， Peet's Coffee 总部并不卖 coffee。 这个2房2.5卫浴的公寓月租约$4,700，目前提供2个月免租的 special 优惠。如果算上优惠的话，12个月的 lease 每个月的租金大约是$4,000左右。哇，这个超级大的窗户搭配这个景色，你觉得值$4,000多租金吗？留言告诉我。接下来我们又看了同个公寓的 Studio 和 1B 的户型，他们家的户型面积都非常的大。1B 的面积有1000 square feet， 在一些比较新的公寓可能会做成2房2卫浴。同时这个公寓的户型都是方方正正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不过这个 1B 没有阳台，而且房间是开放式的，所以我们就直接排除了。接下来这个 Studio 户型同样是方方正正，衣柜非常大，最喜欢的点是有超大的阳台，而且可以直接把车停在外面，直接走进屋子里，真的很加分。不过2个人住 Studio 又不太够，所以还是排除啦。如果1个人住的话还是蛮爽的。需要留意的是 Emeryville 这个区域离全美治安最差的地区之一 Oakland非常的近，不过实地看一下，我觉得公寓附近的区域算是 Emeryville 比较安全的区域，周边的环境不错，非常安静，停车位也不难找。这个公寓是一个比较小的 community， 不是有特别多的 unit， 停车位也不需要额外付费。公寓的停车场在室内，如果你是开电车充电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你是在旧金山Berkeley 或者是 Oakland 附近上班，又喜欢这种采光超好、窗户超大，而预算又在你范围的话，还是非常推荐 Icon at Park 这个公寓的。接下来我们又去看了这个公寓的 sister property， 管理人员都是同一组，仅仅相隔5分钟车程的距离。这个公寓叫做 Icon at Doyle， 这个2B的公寓目前每个月租金是$4,200，同样目前提供2个月免租的 special 优惠。如果算上优惠的话，12个月的 lease 每个月租金是$3,500左右。窗户跟刚刚的 Icon at Park 一样，同样是超大的窗户，挑高的天花，而公寓正对面还有一个篮球场。
大家觉得这个公寓怎么样？跟刚刚第一个$4700租金也是2B的户型相比，这个公寓比第一个的公寓面积小了300 square feet。其实我们都比较喜欢第一个户型，但是每个月租金4700有点超过预算。虽然加上2个月的免租优惠，刚刚好满足了我们的预算范围，但是除了租金以外，还有水电费、网费等等的杂费，加起来就超过预算了，只好忍痛放弃。Amarillo 地区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距离 UC Berkeley 非常近，我也看到有不少 UC Berkeley 的学生会选择住在 Amarillo。另外，从 Amarillo 开车去旧金山downtown不塞车的话，20分钟之内就能到达，距离吃喝玩乐购物的地方都不远。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了好几家位于 Amarillo 的公寓，第3个公寓是 Park on Powell， 这个 1B 的公寓目前月租约$3100，户型方正，采光也不错。不过阳台隔壁就是一个高压塔，另外洗衣机用的是比较旧的环式。那么它好的地方呢是挑高的天花和采光。第4个公寓是同样位于 Amarillo 的 Amy Apartment， 这个 1B 的租金是$2700，户型是上面是房间，下面是厨房和客厅，租金相比附近的同类型的公寓算是比较实惠的价格。不过一进去发现采光比较差，同时是1楼靠街的位置，一打开门就是大街，个人还是比较喜欢2楼以上的楼层，所以这个又排除啦。第5个公寓是同样位于 Amarillo 的 Emery， 这是一个很新的公寓，设施非常好，自习室、篮球场一应俱全，同时公寓内还有一个保龄球场，蛮 fancy 的。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community， 有4栋楼，停车位需要额外付钱。而且公寓经理跟我们说，如果要停在室内的话，目前要进入 waiting list， 不一定能等到。如果停不了室内的话，就只能停在路边了。这个 1B 的公寓目前月租是$3000，目前有2个月免租的 special， 算下来每个月的租金大约是$2500左右。户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新的公寓的格局和布置，算上免租优惠的价格，能租到这么新的公寓其实算是不错的啦。第6个公寓是同样位于 Amarillo 的 The Bridge， 这个 1B 的公寓目前月租约$2100，这个价格租到 1B 其实 CP 值蛮高的，采光也很好，停车也不用额外付钱。不过我们看了下社区周边的环境，感觉治安不是特别的好，于是又排除了。第2天早上，我们去看了位于 Walnut Creek 的 Avalon 公寓。这个 2B 的公寓目前价格是$3100，相比周边同类型的 2B 公寓上，算是价格比较实惠的价格，面积和格局也不错。但是问题在于，一进到这公寓里就有一股发霉的味道，而且距离 bar 站非常的近，在周边逛了一圈，有种不是特别好的感觉。今天带大家看的第8个公寓是同样位于 Walnut Creek 的 Avalon 公寓，这是一个很小的 community， 非常的安静和干净。公寓经理给我们一张地图，直接让我们 self tour 目前 available 的户型，于是我们就一连看了5个这个公寓的户型，但是每个的格局吧都有点奇怪，采光也不是特别好。唯独最后一个 penthouse 的户型，窗户很大，采光非常好，而且天台的游泳池就在房间的旁边，走几步路就可以走到泳池。好，看完了8个不同的公寓之后，不知道你会选哪个？
或者你猜我选的哪个？留言告诉我。我相信一定有观众会问，既然房租那么贵，那买房子是不是会更划算？不得不说，买房子的好处确实是挺多的。房子是自己的，你爱怎么弄就怎么弄，不用担心搬走的时候会被公寓 charge 费用。另外，如果是高收入人士，贷款买房还可以进行合理的税务抵扣。另外，房子也有可能会增值。虽然买房子有很多好处，但是租房同样的也有它的好处，可以把首付的钱拿去投资到股市等。另外，你也不用担心房子修缮、物业费、房产税等等的问题。买房子对一些人来说是安心，对一些人来说是操心。总结一下，买房子还是租房子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多的是个人生活方式和未来几年的选择和规划。如果你规划未来至少5年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的话，买房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如果你想灵活一点，减少财务压力，把钱拿去投资到更灵活的标的，比如说股票等等，或者是几年后你考虑到会有工作等等变动等，租房可能是更适合的选择。我是 Braden 布莱登，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